新的一年，小编来给大家踩雷了。这几部影视剧大家没看过的话，真的是年度幸运儿呀，成功挽救了自己的星星眼。现如今影视剧辈出，开播前的噱头做得很足，什么宋慧乔回归之作、御姐与小奶狗的甜蜜爱恋，集万千糖分于一身的甜宠剧，还有打着悬疑的头衔，竟连逻辑都理不清的探案剧，真的是不断刷新剧迷对于扑街剧的下限。更令人无语的是，N多年前的套路还能在新剧中发现蛛丝马迹。就问大家劝不劝退？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小编就来盘点几部超老梗、低评价的影视剧。第一部现在正在分手中，此剧于近日收官，大结局的收视率并没有想象中的迎来高潮，反而越来越低迷。尽管是在黄金档，也没能大热。此剧作为宋慧乔的回归之作，开播时真的是万众瞩目，但开播之后却是高开低走，口碑并没有随着剧情的发展提升，反而越来越差，评分也是一降再降。冲着两位主演咬牙坚持，看完大结局的宝宝们无不失望透顶，都在叹息看了个寂寞。剧情雷人不说，就这抓马的剧情直接劝退观众。好的剧情配上好的演员，那收视指定可观。而剧本中不仅人设没立住，情节不丰富，前后的逻辑也是拉胯，呈现给大众的就是那些俗套路，使剧迷无法共情，却连爱情线都没理明白，更别说主题的升华了。男女主的感情线还不如男二和女二有看点，也不如剧中的闺蜜情来的有泪点。先从主人公入手，女主何恩英，时尚公司 The One 设计组组长，一个冷静干练的女强人，认为男人只是给予紧张情绪的东西，不憧憬爱情，不会为爱情付出一切的这么一个人。男主尹在国，一个资深的摄影师，拥有男人嫉妒的外表、机智的头脑，还有那不羁的灵魂。但这样的完美男友却是一个不婚主义者，简直白瞎了这么好的条件。这两人那是一个不想谈恋爱，一个不想结婚，但都在两人浪漫的邂逅后发生改变。这么一看，剧情确实有点老套，而且第一集就出现很多老梗，比如女主替闺蜜去相亲，刚好遇到男主，男主江湖救济女主，女主被男主专业技能吸引。这么俗套的剧情竟然还能在剧中重现，此剧的格局还是小了，最后只剩下男女主的颜值来撑场了。的确，在剧中两人都完美的发挥着自己的优势，身边不缺追求者，但是主角的演技麻烦在线好吗？宋慧乔从头到尾的表情可以用平静如水来形容，不知是不是好久没拍戏，所以演戏感觉没了，整个人在剧中一直是拘着的状态。反观男主张基龙，那演技也是有些许木讷，台词也有些说不太清，听完令人一脸懵。小编只想问，这是看到美女姐姐就上头了吗？小编追剧下来感觉一般。第二部某天灭亡走进我家门，看完全部剧集后，小编想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剪辑，场景间的转换太过于跳跃，像是灭亡找到东景时，东景带着他到处走，说着小时候的事，一下白天一下夜晚，服装也是不同套在交错，让小编有些错乱，有一种两人在济州岛生活很久的感觉。关于男主角灭亡，曾经也想像人一样的生活，但是为什么变得无情？很简单，因为生无可恋，他所看到的人都有归属，但他只有孤单一人，人有离开的一天，所以会想在有限的生命中会去追求完成梦想，但他没有，他只能在永无止境的生命里重复着他的任务。关于女主从小失去父母，还有一个需要她照顾的弟弟，保持乐观与坚强成了她的保护色，不轻易在人们面前说出内心悲伤的那一面，自己生病了还得反过来安慰别人。面对死亡，她不是不害怕，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害怕，只想找出不伤害身边的人又能活下去的方法。尤其在爱上灭亡之后，有点傻白甜那味儿了。男主角徐仁国身为灭亡之神，他的一举一动都造成世上的不幸事件发生，因此长年以来封闭自我，不愿对他人付出真心。在经过多次内心交战后，终于放下戒心，与朴宝英展开一段甜蜜的恋爱。然而剧情设定太过复杂，加上编剧迟迟不交代少女神与灭亡之神之间的纠葛，使得观众渐渐失去耐心，因此口碑自然就下降了。第三部 Born Again， 此剧高开低走，该剧讲述刑警和刑警的恋人以及杀人魔这三个人32年前因为恶缘结束了生命，32年后又分别转世成检察官、考古学讲师、医学院学生，因为强烈的缘分和恶缘再次纠葛在一起的故事。看这个剧情梗概很烧脑很悬疑的样子，但却是个
可败絮选其中的作品，女主人设被批白莲花，和男二感情纠缠不清，台词和夫妻的世界里的渣男丈夫有的一拼。虽然我也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但是每当我见到你，总会想起他。此外，女主人设还被批太弱化女性，不管是32年前还是32年后，永远都是需要被保护、被呵护的角色，感觉没有男一男二保护，她就没有办法活在社会上一样。总而言之，尽管《重生》这部剧有行走的荷尔蒙李朱赫和可爱的张基龙，但满屏的大长腿也救不了毫无逻辑弱鸡的剧情，暴殄天物啊！第4部任意依恋，韩剧有3宝，车祸、癌症治不好。裴秀智和金宇彬主演的此剧也没有避免这一俗套的剧情。第1集一上来，男主金宇彬就是各种打，大长腿一踢，太 man 了有没有？其实金宇彬在剧中饰演了一位超级巨星，这场打斗的戏就是他在拍摄，但拍到最后，编剧把他写死了，他拒绝这样的结局，所以要罢演。当然这是有原因的，他得了不治之症，寿命差不多只有1年了。难道一上来就预告了这部剧悲剧结局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要弃剧了呀！你以为这就够虐了 ？Oh no！ 秀智饰演的女主如意上线了，我们命苦的女主如意吧，上至捡废品的老大妈，下至学龄前饿肚子娃，就没有她不关心不照顾的，还正义感十足的帮好友出头。但编剧大人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韩剧第一狗血招，车祸出现了，如意的老爸就被车给撞死了，撞人的司机跑了，来了个顶罪的司机不说，如意好不容易收集到了证明检察官隐瞒的证据，还被刚刚有些好感的男主申俊英抢走了。为了拿回证据，自己又被车撞了。开车的正是后来女主爱的死去活来的男二崔智泰。重要的是，这2位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这也太狗血了些吧，简直人神共愤的地步了。再来说男主申俊英，父亲为了地位离开了自己的母亲，一直是单身母亲的希望的男主，原本会按母亲的希望成为和父亲一样成为检察官，所以母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，死活不原谅他，连牛肉汤饭都不卖给他。注意是卖，有没有这么狠心的娘啊？小编不理解，明明就找了这么好的演员，怎么就非要弄得这么惨这么狗血啊？第5部机智的恋爱生活，一部集霸总甜宠古早失忆烂梗于一身的剧。从剧名来看，观众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部男女主双强斗智斗勇相爱相杀的甜宠剧。从剧情的介绍以及男女主身份的设定来看，剧方最初的构想或许就是朝这个方向构思的，比如男主曾经是大学老师，之后和学弟一起创业，短短几年便成为业界传奇，优秀的不能再优秀。而女主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的助理，智商和业务能力超强，就连老板都要乖乖听他指挥，看他脸色行事。按常理讲，男女主都如此优秀，相处之间必定会擦出很强的火花。但事实是，剧方野心很大，编剧的笔在人物塑造方面却欠缺了火候。男女主的人设设定就是虚有其表的花架子，看似光鲜亮丽高大上，但是内里空空如也，就如同小孩过家家。至于男女主能力的展现，在剧中完全没有呈现，而且编剧塑造了女强人的设定，却又让女主在大学时被挂科，并且补考还过不了，这就又自打嘴巴。男主的高知人设在失忆之后化为乌有，违和感十足，这设定小编先逃了。第6部智异山，此剧是大投资大制作，加上又找来全智贤、朱智勋，因此开播前期待值就很高。不过开播后，智异山却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好成绩。有人认为剧情平淡不吸引人，像智异山的山景纪录片，也有人批评 CG 特效剪辑的缺点，直到大结局也被网友骂惨，甚至直呼傻眼程度不输血海战争。智异山故事线非常简单，以韩国智异山为背景，主要讲述护林员们在各种恶劣天气下救出被害者的故事。第1集开篇节奏也很紧凑，男主一登场立马加入救援，可问题是仅仅只是救出第1个受害者就用了40分钟，占据了第1集大半时长。这40分钟里，导演拍了救援队各种突发状况、恶劣天气，但就是没有给出受害者所在的位置的线索和思路。尽管有很多大场面，但反而让观众很难产生代入感。本剧画质和服化道
像是80年代的剧，而且镜头也一直乱切。重点是导演很爱拍摄一些风景空镜，可惜风景不够吸引人不说，还被嘲像是家楼下公园的旅游宣传片，还不如沉下心来打磨剧情呢。大家说是不是？这几部剧大家都看过没呀？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